有另外一个故事啊，我们听起来感觉到好像有化身一样，不过事实上不是。应该分别清楚，有一种是化身的千百亿化身，有一种是灵魂的那个亡魂的，比较有那个强烈一点的意志力啊，他可以自己显露他自己的身份出来，一回而已，常常就做坏事，平常不会做好事，懂不懂？那化身的是一位师父，常会来帮助我们修行，或是帮助我们在我们有灾难的时候，还是我们痛苦的时候，听懂不懂？常做好事，常帮助我们，加持我们。我们一看到那种化身，我们就会掉眼泪，这样会很高兴、很感动、很那个不可思议的那种快乐，听懂不懂？那个不一样啊，来教育我们、保护我们，还是化身。另外一种是可以说亡魂呐，他们有一些人死掉了哈，都那个冤枉的，或是忽然间死那种哈，不怎么很好啦，不得其时或是什么那种啊，时候未到，说不定时候到了，就是他意思说没有人时候未到就迟了啦。不过我们可以说，因为他还舍不得迟，所以我们对他来讲好像时候不得其时，还不到，哎，是这样子。或是有一些人他修行那种修黑神通白神通啊，然后他死了以后，他还有一些心事未了啊，他还轮流还留在那种，我们可以说，没有地方那种境界的，不属于哪一个地方的那种境界。不是我们那个密宗有可以说中阴身那个啦，死了以后，也不是属于这个世界，也还不属于另外一个世界的，没有属于哪里啊，飘来飘去，像亡魂一样。有时候我们说有看到魔鬼那个哈，就是他们有魂呐，他们还不超生啊，懂不懂？又留恋这个世界，又不能回来，所以那个就比较很痛苦。不过他们也有神通啊。一刹那就可以去好远好远，我们一想到他就来啊，所以最好不要想。我跟你说，有一位出家人以前呢，他煮饭给师父吃啊，也不是常常煮饭给师父吃啦，有时候他们轮流煮一点嘛，懂不懂？他有时候也煮了，然后有一次带他去嘛。带他去旁边煮饭了，也不是为了煮饭而带了，顺便嘛，懂不懂？刚好他会煮饭，他煮一点。不过有一次他一直想到他刚刚死亡那个爸爸，然后他在那边煮饭给我吃，我也不知道他里面有想。不过他拿饭来给我的时候，哇，那个腥味好重啊！我不想吃啊，我饿我就叫他拿来啊。拿来的都不吃，我都不吃了，我也讲不出来，那个腥味太浓了，好像贡瓜亡魂那种饭啊。你们不知道，有一些亡魂会来吃东西，然后那个东西腥味很重啊，很脏啊。如果看得出来，好像有泥巴什么都混在一起那种啦，哈，我没看什么啦，我看不出来什么，就味道太腥，我受不了，懂不懂？受不了，好像有鱼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在里面，贡瓜亡魂那种。因为有时候我们想到一个人，他亲戚朋友也一起带来，比方说这样子，我是跟他那些在一起的人呢，没有解脱的，刚好来。比方说他要来报告我们那个人不在了，现在我们吃这个可以不可以这样，懂不懂？比方说你结婚，或是你弄一个宴会，然后。你要请一个朋友，他刚好不在，那他的哥哥妹妹姐姐在身边走过来说，他不在了，我们来呢，也是这样子，有时候这样，懂不懂？所以也说不定那个人来吃，也许他超生了，就另外旁边的亡魂也听到我们想到亡魂，他们也是亡魂呢，同一体，同伴啊，自己也跑来，懂不懂？意思说我们沉到那个境界的意思了。我们沉下来到这个境界，就我们可以吸引那些同样的境界的那种亡魂，因为
堂堂一位出家人啊，又没有那种解脱的那种想法，那不知道五代超生，那也别是说等级很低嘛，一直想那些生死无常的事情啊。然后那个王文啊，他已经走了，他在那边一直想那些，一直想那种很沉闷的那种想法了，不是想了脱那种，或是给他高兴走那种。那当然我们等级会很低的啊。出家的人应该值得那个名字，你知道不知道？出家意思说已经四大皆空了，已经看透任何生死无常了，看到亲戚朋友那种感情和关系，知道那都是幻想，都是因果而来。我们修行解脱，大家也会一起解脱，这样才是算出家人，不是穿那个衣服上来就好了呢。所以有一些出家人穿衣服，不过还不是出家人，哎。好，我也不是讲谁坏话了，告诉你们，给你们知道一些不同的等级。好啊，我这心灰很重，他那个人一边煮一边想那个王文的事情，啊，在那边哭嘛，然后我就吃不下。不过奇怪，给另外一个出家人吃，他说哇很好吃啊。哎呀，他在吗？啊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抢起来了，躲起来了。好，幸好，不看他，也许他比我有福报也说不定啊。哎呀，在《法华经》或是在某经典讲啊，有福报的人吃什么都好吃啊。我福报比较不多啊。看过已经进化了啦。啊，这样子啊，啊，他说看过已经进化了，所以他吃比较好吃。我怎么不能进化给自己吃啊？就命那么命不好啊？可以进化给别人吃而已，自己不能吃，就是牺牲奉献嘛。哎，有时候这样的，像医生他不能救自己啊，不能替自己开刀啊，还是叫别人的，是不是？不过他可以替别人开刀啊，如神呐、啊，像那个神医啊，像华佗扁鹊这样，他自己也不能救自己啊。比方说他自己有脑癌或是什么，他自己也不能开刀给自己啊，是不是啊？有时候是这样啊，都是这样子啦。有时候他们可以救自己啊，救别人呢、啊，就没有那个优权呢、啊，没有权利可以救自己这样。你自己要承受业障啊，啊，好，所以那刚好讲到，哎，为什么讲到那王文的事？那个想什么等级就掉在哪里啊？想什么会叫花生跟黄文有什么不同？不过为什么想到那事情？花生黄文来了。黄文来啊，对，好了，而且黄文有时候他们来我们看不到，因为他们比较没有力量。有一些黄文来我们可以看得到，不过看得到和看不到又有两种场合。比如说那个我们刚好有那种可以看别的世界的那种能力，听懂不懂？也不是每天能够看到，有时候可以看到而已。我是有时候常常看到那个看能力的哈。还有另外一个是他自己那个王文的本人有力量，可以要出现出来就可以给人家看，可以的。不过他应该尽用他任何的能力才可以出现显露给人家看。有时候可以破东西，可以吵闹，懂不懂？所以有时候你们说某某家有魔啊，有鬼啊，因为晚上都是听到很多吵闹的声音，又没人啊。有时候门一直开一直关，然后就没人啊，是不是？我是那个厨房里面好像有人煮东西，就下来没人啊。这个我也有听到一次。我去台东的时候，在味同修家，好久以前了啦。我不讲谁啊，他那个人他断食好几天了，断食好久，也不是断食而已，自己控制自己吃东西呢，那种精神呢。我来他家的时候，每天听到那个切菜啊，煮东西啊，然后碗啊、筷啊，还有什么汤匙啊、筷子，什么都一直在那边吵，好像有很多人在下面煮东西。我认为他准备东西给我吃。我在上面就等了，开始流口水。结果一直等，没有什么，也没闻到什么东西。我就下来看，静悄悄，没有一个灵魂了。我上来又再听到了，我说奇怪，这个不对劲。我又不知道为什么，那天我饿了要命。
哦，我抢一个粽子，从一个出家人抢他的粽子吃，我等太久没东西吃。不过本来如果他给我那个粽子，他也很愿意给啊，因为你们常常吃东西都很好，师父偶尔才能够吃好的意思。如果我全部吃，他也一定会很高兴。就是我那么饿到我感觉到很惭愧，我给他一半。哎，我说奇怪，怎么不能控制自己到这个程度呢？这个粽子已经给他，本来我不想吃东西，所以你们给我什么东西，我都马上就给出家人了，一人一个，或是一人2、3个，怎么样？结果那天给他完以后，就在那边一次听到那个碗啊、筷啊什么声音，我就饿死了。准备心嘛，那个胃酸都跑出来很多，大概2公升左右，受不了，受不了。哦，那么我把那个粽子抢回来，就不好意思已经给他了，所以就给他一半。哇，舍不得给，我从来没有这个境界。有时候我们自己太饿了，听懂不懂？也会影响到那个气氛方面啊。给魔鬼啊，他们也会出来吵。那不是我，就那个人他饿，他自己控制自己不想吃。哦，我来那边才感觉那种气氛了。哦，全部气氛都是那种饿死的气氛。不过我那天也没有查到什么原因了。后来好久以后啊，才知道原来他那个时候断吃啊，不吃怎么样，因为认为不吃就会快修行怎么样，然后那种概念。后来把它整理好，就来他的家以后不会再饿了，没有听到那种。好。继续我们的故事啊，有一个女人啊，现在我讲的跟化生有什么不同哈？刚刚我们讲的那位我们同修看到师父化生啊，那个也不是什么了不起，因为我们很多同修都看到这样子啊，有时候打坐也看到，或是灾难的时候看到，病的时候看到，很多情况啊，像我妈妈常常看到啊，她说每天都看到。几乎每天都看到师父，就有时候看不很清楚，太可惜。他这样说，有时候光很大，看不到人，那这样子。我妈妈有看到师父，还没有印心以前的啦，还没知道师父做什么事的，所以这个也是平常的事情，没什么嘛，啊，不过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也听到有某某人也可以化身来某某地方这样，或是我们看到什么人陷入他的所谓的那个无形的身体出来，我们不能认为这个是化生的，听懂不懂？不能认为这个人修行很高。王文也可以这样做，如果他自己有意志力够的话，或是他们在那个王文那个地方啊，他们也碰到一些比较有福报的那种灵魂，有修一点神通，然后也教他们怎么做，他们可以自己禁用能力，然后显露出来自己的身体一回这样子，那个不是化生啊，